你相信巧合吗？你有没有这种经历？梦里梦到的场景，后来真的出现在现实中，又或是上一秒产生的预感，在下一秒就当场实现了呢？这些巧合到底是怎么发生的？真的不能解释吗？换句话说，这是否证明注定的命运是真的存在的呢？对于这个问题，一位西方科学家和中国的易经得出的结论惊人相似。他到底发现了什么呢？新来的朋友们点个关注，带您了解更多精彩内容。人类最好奇的一件事情，莫过于对历史的把握。之所以要把握历史，也是为了找寻人类未来发展的可能性。因此，面对这错综复杂的历史世界，人类迫切地想要找到其中发展的规律。经由这一规律所建构起来的世界，就是必然世界。也正是靠着这一信念，人类建立了多种多样的学科，旨在探索世界的终极奥秘。可越是沿着这一思路发展下去，人类就越是发现，世界好像并不完全是这样，总有一些无法解释的神秘事件发生。比如说，你做梦的时候梦见了一个奇怪的场景，这个场景在你以往的生活经验中并没有出现过，甚至在其中还有你从未见过的人。你醒来后也不会把它当回事儿，只是有个基本印象。可在后来的现实中，你在身处某个场景时，突然产生了一种似曾相识，在梦里见过的感觉，甚至曾在梦里见过的陌生人也真的出现在现实中了。就这一事件来说，我们找不到任何的因果关系，它更像是一个偶然事件。试想一下，如果一个世界真的是有完全因果关系的，那么世界的发展其实就是完全可预测的。但当偶然出现之后，一切的发展就会变得不可预测，而这一点对于人类来说是非常恐怖的。古人对神仙的崇拜很大程度上就是来自对未知的畏惧，从而延伸出的敬畏之心。进入现代社会之后，人们崇拜科学，对未知的探索能力也在不断提高，这种敬畏之心在逐渐消失。但在这个过程中，出现了一些较为偏执的人，这些人认为世界一定是必然走向的，那些偶然事件之所以存在，是因为人还没找到其中的因果关系。可国际知名的心理学专家荣格却意外发现，必然与偶然之间存在着一定的鸿沟。就比如说，时间这个概念是人造的，人们不过是借助物的变化来形容时间。可问题在于，如果物的变化不是线性的呢？那么不但时间这一概念不复存在，就连过去、现在与未来这三个维度都要被打通。更为重要的还在于，荣格还发现，早期人类在没有时间的状况下，其实也可以通过集体无意识感知到过去、现在与未来的交织，而这一交织所形成的就是巧合。你有没有想过，说曹操，曹操就到的巧合到底是怎么发生的？这能证明人类的命运是命中注定的吗？令人意外的是，一位国际顶尖科学家居然给出了答案，而且听起来非常玄学。他说了什么呢？荣格认为，巧合的发生就是因为过去、现在与未来交织在了一起。换言之，所谓的说曹操，曹操就到，不过是因为曹操本该在这个时间点就该出现，而能感知到这一事件的人，只是通过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集体无意识，提前感知到了这一事件的发生。如果这个人没有提前感知到这个事情的发生，那就无所谓巧合的存在，而成了惊吓。这又是什么意思呢？荣格又举了个例子，当你临出门前心里总是不安，总觉得漏关了家里的水电气开关之类的，在这一巨大的紧张下，你回到了家中，结果再次出门的时候，你就发现就在刚刚家门口出现了一场车祸。这个时候巧合就这么诞生了。但是荣格解释道，你没有感知到因为漏关水电气开关的不安，那么你根本就不会回到家中，更不可能躲过车祸。换言之，但凡没有预感的存在，就不会出现这个巧合。紧接着荣格就追问道，预感又是怎么来的呢？荣格翻遍了原始人类的各种资料，最终发现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种预感，只有当这个巧合对这个人来说有一种特别意义的时候才会出现。这也是说，当你有预感你要碰见一个人，而且你还真的碰上了他的时候，就意味着这个人对你来说非同一般，是你们两个之间的羁绊，是他对你的意义让巧合产生了。在荣格看来，这就是共识性这个概念所要描绘的情况。顾名思义，共识性就是说，你脑海中发生的事，真真切切的也发生在现实生活中，二者之间没有直接的因果联系。换言之，没人知道为什么，但事情就这么发生了。当荣格提出这一概念的时候，整个科学界都是震惊的。原因很简单，这个概念听着实在是没有一丁点的科学成分，但是荣格自己却不以为然，试图从科学中找到依据。他不仅翻阅了大量的科学著作，还与科学家广泛交流。其中一个名叫泡
泡利的科学家病人给了他很大的灵感。泡利这个人是一个物理学家，还获得了1945年的诺贝尔奖，但在他的身上却有一个奇怪的巧合。原来泡利只要一出现在实验室，整个实验室的设备就会坏掉，灯泡无法运行，机械故障。于是泡利就找到荣格，想询问一下自己的心理状况。结果两个人一拍即合，力图找到两个看似毫无关联的事件之间的联系究竟是什么。因此共识性这个概念就出来了。可尽管如此，二人觉得还不够，于是就开始钻研东方哲学，没想到竟然意外地发现了《易经》的秘密。人类的命运是注定不变的吗？西方科学家沉迷《易经》，居然从中发现了命运的真相。他称《易经》与科学并不冲突，他到底发现了什么？在《回忆、梦、思考》这本书中，荣格具体说明了《易经》对自己的启发。他说道，像《易经》这本书也不能按照因果关系去理解，而应当用自己的共识性概念去理解。要知道，《易经》作为我国古代的经典典籍，还没有一个人敢说自己把握到位了。毕竟，《易经》看似简单，但实际上非常复杂。荣格认为，《易经》中的64卦象代表的其实是人这一生中所面临的不同处境，而古人常用的方式就是占卜，以测试自己究竟处于哪种状态之中。荣格认为，占卜这种方式其实看的并不是人处在哪种境遇之中，而是看测试者到底想要什么。即通过占卜这一方式，测试者就已经暴露出来了自己内心的真实欲望，那么他的欲望就会在占卜的过程中被反馈回来，进而找到自己想要的人生状态。这也是说，其实不是易经给出了答案，是测试者在测试的过程中就找到了自己想要的答案。如此看来，似乎世间一切的事物之间的关联都在于人本身，而不在于客观事物之间。那么科学的存在还有什么必要吗？毕竟科学就是根据事物本身所固有的因果联系而建立起来的。荣格认为，强调共识性并不影响科学的存在，原因很简单，科学虽然是秉持着找到事物客观的因果联系的信念所建立起来的，但它所使用的方法却是统计学的模式。这也是说，只要事物现象永不穷尽，那么统计也就没有尽头。既然统计没有尽头，那么在这之前，科学就有可能出错，有可能出现不符合规律的事情。荣格指出，西方人一度为此耗费了脑筋，非要找到那完全符合因果定律的存在。但中国人就聪明很多，他们绝不执着于此，而是接受命运的安排。当然，这里接受命运的安排，也不就是说要认命，而是指不纠结那些因果联系，正常看待那些人生出现的偶然因素。有意外发生，那么就坦然接受；没有意外发生，也不苛求事件的发展，必须跟着自己的想法走下去。换言之，荣格在《易经》这里看到的，就是一种专属于中国古人的松弛感，以及对整个世间万事万物的洒脱心态。或许是因为在《易经》这里并不存在着什么必然与偶然，他把万事万物都看作是自然发生的存在，因此任何事情的发生都像是命中注定一般。但这种命中注定又不是都能找出其中的规律。但没关系，《易经》也不要求人们必须找到规律。不得不说，古人的智慧还是非常博大精深的，是拥有启发后世的底气的。看到这里，您有什么想说的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。